在东南亚的11个国家里，为什么只有新加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同时列为发达国家？要知道，整个东南亚人口超过 6.8 亿，资源丰富，市场广阔，但被全球认可为发达国家的却只有新加坡。更震撼的是，新加坡的人均 GDP 高达8.9万美元，是马来西亚的6倍，越南的15倍。也就是说，当邻居们还在追赶的路上时，新加坡早已跑到了全球最富裕国家的前列。问题来了，这个没有石油，没有矿产，甚至连淡水都依赖进口的城市小国，究竟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这样的逆袭？新加坡的成功要从它的历史与战略选择谈起。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，在独立后举步维艰，但它最大的财富是地理位置。处在马六甲海峡咽喉，新加坡是全球航运的十字路口。如果要在夹缝中生存，就必须把位置转化为价值。于是，新加坡选择了一条与邻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：开放经济，引进外资，教育优先。从20世纪60年代起，他就大力吸引跨国公司，把自己打造成亚洲总部中心。在那个阶段，东南亚其他国家大多还依赖农业或资源出口，而新加坡已经在和西方资本、全球市场接轨。这种战略选择为他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可以说，新加坡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等机会，而是主动创造机会。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是全球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，仅次于纽约、伦敦和香港。无论是跨国资金流动，还是资产管理，新加坡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而且，它并没有停留在钱流动的层面，而是不断升级产业结构。半导体制造、生物医药研发、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，正在成为新加坡经济的新支柱。和周边国家依赖资源或低端制造不同，新加坡早已转型为知识经济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哪怕土地狭小，它依然能保持全球前列的人均收入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在产业选择上极其精准，每一次转型都紧跟全球趋势，从制造业到金融业，再到高科技产业，新加坡几乎从未错过。这样的前瞻性让它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，归根结底还是人才和制度的竞争。在这一点上，新加坡同样走在前列。教育方面，新加坡长期保持高投入，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常年位列世界前20，源源不断地培养国际化人才。语言政策上推行中英双语，不仅能和西方合作，也能和华语圈紧密连接，极大地拓宽了国际舞台。制度层面，新加坡以法治和廉洁著称，是东南亚最稳定、最透明的营商环境。企业敢投，人才敢留，社会稳定，经济才能持续繁荣。这种软实力的累积，让它在吸引人才和资本时几乎没有对手。可以说，新加坡的发展不只是经济故事，更是制度设计的胜利。当我们把新加坡和周边国家放在一起对比时，会发现差距十分明显。马来西亚、泰国的经济体量不小，但人均收入远低于新加坡。越南虽然增长迅速，但依然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。印尼人口庞大，但国际化程度和制度环境还有待提升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在人均收入、制度成熟度和创新能力这3大关键指标上同时达标，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。它的成功并不是资源馈赠，而是制度设计、全球化选择和教育投入的结果。在未来的10到20年，越南或印尼能否复制新加坡的路径，成为下一个区域性奇迹？还是说，新加坡的模式只适合它独特的体量和环境？答案或许见仁见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新加坡已经用自身的发展证明了一点，哪怕天生条件不足，只要战略正确，也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占据核心位置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，
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